9块9的首付买一套精装3房，9块9，你现在连龙江猪脚饭你都吃不到，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小区1字楼的一个南向现楼精装的3房可以拿下。走，我们看一下户型怎么样？首付9块9拿下一套3房带精装，而且是现楼啊。这个户型是89平米，做了3房2厅2卫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厨房，外面生活阳台是进行了打通，整体的格局呢看起来是很舒服的，传统的一个直厅设计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我们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的房贷，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，一个月的只能赚4000多块钱，然后还有小孩。我今年35岁，背负350万的房贷。2019年一时冲动，贷款买了一套房子，现在每个月月供大概要18000，关键这其中16000都是利息啊！到目前我已经花了3年多了，真的还不动了。这样房贷啊，还完我差不多也要65岁了。房子已经拿到1年了，可是现在我连装修的钱我都没有，住都住不进去。广州已经离谱到要免费送房了吗？前几天有一个业主直接公开送房，他已经还了3年的贷款，只要有人愿意接手月供，那这套房就白送给他。乍一看还以为能捡漏，结果这里的坑深着了。当初他买这套房的时候是200万，其中贷款160万。因为近几年楼市下行，这间房市场价直接暴跌接近1半，所以房子卖了还不够还贷款，这才是这位业主急着送房的原因。有谁愿意替我还房贷，我就把房子送给他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因为就在昨天呢，我断供了。我没有想过要给大家传递负能量，但是这件事情它确实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去年我掏空了我父母30年的积蓄，在昆明这边买了一套大平层，总价是255万，我首付了70万，贷款了175万。当时开盘的时候特别抢手，为了买一个好楼层，我还到处找关系，只为了买上满意的房子。可是就在上个星期，我无意间走到了售楼部那边，我才知道这套房子市场价竟然不到200万了，而且还能送一个车位。最可恨的是什么？最可恨的是我之前买的那套房子，利率是5.8%，现在变成了3.95%，利息都差了70-80万，1年多的时间，我赔了差不多150万。我不晓得那150万对于你们而言意味着什么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天塌了一样。当时那70万的首付，都是我爸我妈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，现在身边的朋友也在安慰我说房价还有可能会回涨回来。我就想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昨天就有位粉丝朋友联系到谭哥吐槽，因为他还不起房贷，他有一套房子，想找个人把他送出去。他21年在南京马泉花港幸福城买的房子，从150万跌到了现在的90万，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房子是88平的3房，总价是150多万，首付付了50万，贷款了100万，每个月的月供是9000多块钱，3年多的时间，总共还了25万。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这套房子，他卖出去也就只值90多万。如果把房子卖掉，不仅仅50多万的首付和25万的月供全部砸进去了，而且要倒欠银行15万多。本来200万的房子，我们是首付了70万，贷款了130万，一个月的房贷大概在7000左右。因为我老公失业了，我呢自己的店也关门了，经历了3年的口罩吧。我本来是卖饸饹面的，开了个饭馆，累不说，经历了3年口罩的原因，真是折腾的不行。现在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打算把房子卖掉。现在配套越来越完善了，反倒是房价跌了1半。我们当时买的价格是14000，现在的房价基本上在7000左右，拦腰折断。
买的142平的房子，现在也就值100万。老公被裁员了，我们决定把房子卖了。这套房子是2016年买的二手房，每月房贷2000，贷款30年。我们结婚的时候花了10万左右装修了一下，有了孩子后我们就一直租房住了。那套房子去年本来打算要卖的，在中介那里挂了几个月，刚好是房子大幅度下跌的时期，看房的人也有，但给的价钱太低，最后只能选择放弃。现在交着房租，还着房贷，交着双重物业费。当时想着把那套房子卖掉，最好能换套稍微大点好点的。有了孩子后东西越来越多，而且那套房子的户型也不是很好，面积也小，结果房价下跌也就搁置了。我们一家3口现在租房住，靠老公1个月5000的工资养活，房贷、房租、一家人的开销，还有几十万的外债，压力大的实在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公司突然又要裁员，所以我们商量，如果他真的被裁员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工作，那就只能先把房子卖了，减轻点压力吧。我老公这2天也跟中介打听了一下，现在房子处于低谷期，不好卖，不刚需的情况下没人会买房，而且现在要卖的话至少亏30万，同人1年不吃不喝都挣不到30万，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不知道这个时候卖房到底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呢？知道吗？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发的事，太扎心了。这个人呢，在19年，他花了600多万在厦门圆湾买了一套房子，他光是首付就付了100多万呢。然后他每个月还要还将近2万的房贷。那为了还这个房贷，他真的是当牛做马的努力赚钱，平时也省吃俭用的，这个舍不得花，那个舍不得买。结果今年倒霉，他失业了，房贷还不起了，那他没办法嘛，就想说把房子卖了。结果他一打听，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现在就卖400多万，那他一卖呢，差不多刚刚够还这个贷款。你说说，这可不就是等于说这10几年他都白干了嘛？那他呢也都40多岁了，找工作也难。兄弟们，银行现在慌得一批呀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断供的人越来越多，法拍房推成商了。以前谁要是敢断供个3个月，分分钟法院传票传到家了。但是现在呢，银行会给你打电话商量，求着你说能还一点是一点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一些银行都开始直接拒收断供房了。为啥？因为手里的法拍房太多了，根本就卖不动。今年第1季度全国法拍房就突破了10万套，比去年暴增了192%，但是成交率呢14%都达不到。这个说明了啥？3个月的时间，整整60万的家庭选择了断供。现在银行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准备开始推出各种花样，延期还款，先息后本，就是不想把房子砸在手里。但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，逾期率天天在往上涨，银行坐不住了。但是一些这个地方都要出现一些弯曲的东西，像营造特别比较